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然后电话就响了，对方正是你刚刚想起的人。又或者你走进一间房，空气好像静止了，背脊一凉，莫名觉得不妙，结果真出事了。是巧合，还是我们的脑子其实藏着某种没被揭开的超能力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直觉、预感、心灵感应这些神秘体验，科学怎么看？首先，我们来解构一下所谓直觉，它不是什么魔法，而是一种快速决策系统。当你面对一个选择，大脑会在你还没来得及思考之前，先帮你找出最有可能成功的选项，像是一种资料库自动搜寻。你意识不到它的运作，但它其实是你过去经验、潜意识学习、环境线索的快速整合。所以直觉不是凭感觉乱猜，而是内建演算法。不信？研究显示，一个消防员在现场说这栋房不对劲，没有任何明显的危险讯号，却果断撤离。后来发现，是房子的热流分布和声音频率跟他过去经历过的灾难场景吻合，只是他当下没意识到。这就是直觉在工作。那预感呢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能提前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？这里就比较神秘了。一种说法是选择性记忆，你有上千次预感，只有一次准，你就记住了那次，其他都被你忘了。但也有更玄的研究，比如心理学家迪恩·雷丁 Dean Radin 做过这样的实验，让受试者看随机图片，其中有些会让人震惊，比如事故、灾难。结果发现某些人竟然在图片出现前几秒，心跳和皮肤导电性就发生了变化。也就是说，身体先知道了未来。这实验虽然争议很大，但却引发了一个大问题：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不是过于简单了？再来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心灵感应，你有没有试过和某个人太有默契，没开口也知道对方要说什么？有些双胞胎声称能感受到彼此的情绪，甚至在对方远距离受伤时会感到不适或心慌。这种现象科学上还没有定论。有些人用量子缠结来解释粒子之间可以瞬间互动，那么人脑之间会不会也有某种量子共振？不过目前主流科学界对这种说法还是持怀疑态度，因为缺乏可重复、可验证的实验数据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对意识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或许未来的神经科学会找到连接心与心的桥梁。也有一种解释更地气一点，我们的大脑是预测机器。当你跟一个人相处够久，你的大脑已经默默学会了对方的表情、语气、呼吸节奏，所以你能猜到他的下一句话，甚至是下一个情绪。这不是神力，而是超强的模式辨识能力。我们的脑子其实比你想象的还会读心术。但为什么这些现象总让人感觉超自然呢？因为它们都发生在我们意识的边缘，在你还没想清楚的那一瞬间，脑子已经替你做完了运算，然后丢给你一个模糊的结果。我有种感觉，这种模糊性让人觉得它像是来自另一个维度，而这种来自未知的讯号，正是超能力故事的温床。最后，我们来问一个哲学问题：如果未来的科学真的证明了某些人能预知未来，感知他人心灵，那它还算是超能力吗？还是说它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？就像几百年前闪电是神的愤怒，而今天它是大气放电的结果。也许未来的心灵感应会像今天的 WiFi 一样寻常，也许我们的大脑正藏着某种尚未开启的功能，就像老旧手机里被遗忘的隐藏 APP。 所以超能力存在吗？也许它不在你手里，而是在你脑子里的那块你从来没打开过的暗区。而这世界真正神奇的从来不是魔法，而是我们还没完全理解的自己。真正的未知从来都不是宇宙，而是人类自己。